请你闭上眼睛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想变强吗？我想，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或许，你正经历着一段艰难的时光，失恋的痛苦，失业的迷茫，学业的压力，或是人际关系中的无力感。你感觉自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小船，随时可能被一个巨浪打翻。或许，你看着身边那些强大的人，心生羡慕，他们似乎总是精力充沛，雷厉风行，面对挑战总能见招拆招，仿佛人生一路开挂，从小学霸到职场精英，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。我们常常陷入一种线性思维的误区，以为强大就是一条笔直向上的斜线，均匀、稳定，从不后退。然而，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。真实的世界，远比这复杂、魔幻，也远比这残酷。真实的世界，没有一根直线的人生函数，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一条震荡起伏的曲线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波峰与波谷。而真正的强大，恰恰不是诞生于一帆风顺的波峰，而是孕育于那段剧烈滑落、深不见底的波谷之中。那段时光，我们称之为至暗时刻。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会坠入自己的至暗时刻，在那里，你赖以生存的世界观可能会被重构，你坚信不疑的三观可能会崩坏，你可能会遭遇不公的碾压，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。有人在这片黑暗的谷底，被彻底击碎了自信与勇气，再也没能爬起来。而另一些人，却在这片废墟之上，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跃迁。他们不仅爬了上来，还从黑暗的土壤中汲取了一种惊人的力量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，一个人想要真正的变强，需要完成的3次关键跃迁。它无关天赋，无关背景，只关乎你是否敢于直面痛苦，挣脱人性的束缚，并最终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。第1次跃迁，淬炼黑色生命力。从地狱归来的人，无所畏惧。你听过黑色生命力 （Black Vitality） 这个词吗？它不是指与生俱来的乐观或坚韧，而是一种后天淬炼而成的近乎凶猛的生命能量。它诞生的唯一途径，就是在被痛苦反复按在地上摩擦后，依然能一次又一次地翻身而起，并反过来给痛苦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你的伤疤会成为你最硬的铠甲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，叫创伤后成长 （Post-Traumatic Growth，PTG）。它指的是人们在经历重大创伤性事件后，可能会体验到积极的心理变化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是成长，而不是我们熟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。 这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。我们总以为痛苦的经历只会留下伤疤和阴影，但研究发现，对于一部分人来说，巨大的痛苦就像一场高烧，烧毁了他们脆弱的旧世界，却也意外地激活了他们体内更深层次的免疫系统。拥有黑色生命力的人，就是 PTG 的极致体现。他们像是从地狱回来的人，身上带着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平静与力量。在情绪层面，他们是痛苦的驯兽师，因为早已熟悉了痛苦的模样，所以当新的痛苦来临时，他们不再像没经历过风浪的人那样惊慌失措。他们懂得如何与痛苦共处，
甚至能从痛苦中解析出有价值的信息。他们的共情能力往往更强，因为他们真正理解深渊的温度，所以他们的安慰与治愈也来得更加真实有力。在认知层面，他们拥有对复杂现实的豁免权。这个世界充满了荒诞与狗血，我最爱的人却伤我最深，我如此努力却一无所获。这种足以让温室里的花朵哭天抢地、三观尽碎的剧情，对于拥有黑色生命力的人来说早已见怪不怪。他们不再执着于问为什么是我，而是平静地接受为什么不能是我。他们不再相信世界是非黑即白的童话，而是理解了人性的灰度、命运的无常。这种对复杂现实的深刻理解，让他们拥有了一种超然的视角，很难再被轻易伤害。阿尔曼德拉的27年，从囚徒到总统的内心淬炼。纳尔逊·曼德拉是黑色生命力最伟大的诠释者。为了反抗种族隔离，他被囚禁在罗本岛长达27年。那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，囚犯们在石灰矿场里进行着毁灭性的苦役。石灰的强烈反光几乎摧毁了曼德拉的视力，但他所承受的远不只是身体的折磨。27年足以让一个人的雄心壮志消磨殆尽，让他的内心充满仇恨与绝望。然而曼德拉却把这座监狱变成了他修行的道场。他带领狱友们学习、抗争，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建立起一个监狱大学。他甚至去学习对手的语言，南非荷兰语。他说，如果你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，他会记在脑子里；如果你用他的母语与他交流，他会记在心里。1990年，当他走出监狱时，全世界都在等待着一场复仇。人们以为他会用雷霆手段清算那些曾囚禁他、迫害他的人，但他没有。他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，邀请了3名曾看守他的狱警来到现场，并向他们致敬。他说，在走出囚室，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，我已经清楚，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，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。这份超越常人的宽恕与智慧，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在27年暗无天日的痛苦中，一锤一锤淬炼出来的黑色生命力。因为见过了最深的黑暗，所以才更懂得光明的可贵；因为承受了最极致的痛苦，所以才拥有了最强大的慈悲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自己的罗本岛，它或许是一段失败的感情，一次惨痛的创业，或是一个灰暗的童年。当你深陷其中时，请记住，这里不仅是你的囚笼，也可能是你最伟大的修行道场。能否从这里带走黑色生命力，取决于你选择与痛苦为敌，还是与之为师。第2次跃迁，抵抗时间扭曲，挣脱及时满足的引力。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越长大，时间过得越快？童年时，一个暑假漫长得像一辈子，充满了阳光、西瓜和无尽的冒险。而现在，一年仿佛一晃而过，春节的烟花仿佛还在昨天，转眼就已是岁末。7年前的动漫《进击的巨人》，感觉就像是上个季度的番剧。这种主观感受上的时间扭曲，并非错觉。有一个有趣的数学解释，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，1年占他过往人生的1/5，
而对于一个20岁的青年，一年只占他过往人生的1/20。参照物变了，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自然就变了。然而，这种时间扭曲背后，隐藏着一个对我们人生影响巨大的心理学陷阱——时间贴现 （time discounting）。未来的我与我何干？短视的诅咒。时间贴现指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对未来的收益或价值的评估会大打折扣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时间流逝的越快，我们越感受不到未来的存在，从而越倾向于关注当下的得失。这个心理机制解释了我们生活中无数的拖延与短视。学这个技能有什么用？10年后这个岗位还在不在都不知道。可无论你学不学，10年都会到来。学了，你只是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。为什么要健身？又累又看不到效果。可无论你练不练，身体的衰老都在发生。练了，你只是延缓了这个过程，并提升了生命质量。为什么要读那些晦涩的经典？还不如刷会儿短视频开心。于是，我们宁愿用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去享受多巴胺带来的廉价快感，也不愿为1个月后的考试、1年后的晋升、10年后的自己，做一点点有长期价值的投资。时间就像一面无形的透镜，它扭曲了我们对价值的判断，让我们沉迷于及时满足的毒瘾中无法自拔。我们变成了未来的陌生人，觉得未来的我的幸福与痛苦与现在的我无关。而真正强大的人都拥有超强的反时间贴现能力，他们能穿透时间的迷雾，清晰地看见未来，并为那个未来的自己坚定地行动。他们是时间的朋友，而非奴隶。延迟满足是顶级自律者的游戏。上世纪60年代，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沃尔特·米歇尔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实验——棉花糖实验。研究人员将一群孩子带到房间，在他们面前放了一颗棉花糖，并告诉他们：我出去一会儿，如果你能等我回来再吃，你就能得到第2颗棉花糖。有些孩子立刻就吃掉了，有些孩子挣扎了一会儿也放弃了，而另一些孩子则通过各种方式，比如闭上眼睛、唱歌、玩手指，成功地等到了研究人员回来，得到了双倍的奖励。这个实验的真正价值在于长达数十年的追踪研究。研究者发现，那些能够为了第2颗糖而等待的孩子，在成年后，无论是在学业成绩、事业成就、人际关系还是健康状况上，都普遍优于那些无法等待的孩子。延迟满足的能力，本质上就是一种抵抗时间扭曲的能力。它意味着，你愿意为了一个更长远、更丰厚的回报，而放弃眼前的微小的诱惑。这是一种顶级的智慧和自律。那么，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刻意锻炼这种能力呢？第一，建立长期价值账户，每天雷打不动地投入1小时，去做一件短期内看不到收益，但对未来有巨大价值的事。比如，学习一门编程语言，练习一种乐器，或者每天坚持写500字。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坚持这个行为本身，它会让你真实地感受到，时间正在以一种进步的方式在流逝，你正在为未来的你储蓄价值。第二，为生活注入陌生感。我们的生活越是重复、一成不变，大脑就越倾向于将这些记忆打包压缩，
从而感觉时间飞速流逝。因此，要刻意地为生活创造一些微小的变化，比如换一条路上班，尝试一家没去过的餐厅，读一本你从未涉猎过的领域的书，或者只是简单的换一张手机壁纸。这些微小的新奇体验，就像在时间的河流中投入一颗颗石子，它们会激起涟漪，让你的记忆变得鲜活而独特，从而在主观上拉长你的时间感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对抗时间的诅咒，你就已经走在了变强的路上。第3次跃迁，激活创造者模式，从生命的消费者到生命的建筑师。请你审视一下自己的一天，你会发现，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扮演着一个角色：星号消费者，星号。这里的消费不只局限于金钱，你花几十块钱买一杯奶茶、一支口红，是金钱的消费；你花2个小时刷短视频、看一部电影，是时间的消费；你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工作，一边兴致勃勃地和朋友聊八卦，是注意力的消费。我们用自己有限的资源，金钱、时间、注意力，去交换外部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产品、娱乐和人际关系。这本身没有错，是生存的常态。但问题在于，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了消费者的层面，而那些真正强大的人早已在暗中完成了第3次跃迁。他们主动地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默认模式从消费切换到了创造，从被喂养到去打猎。消费与创造的差别是思维和行动模式的根本分野。当你读了一篇让你拍案叫绝的文章，你花时间阅读了它，这是消费。但如果你停下来，去拆解它的结构，分析它的论证手法，模仿它的文笔，并尝试自己也写一篇，这就是创造。当你玩了一款让你沉迷的游戏，你享受了它带来的乐趣，这是消费。但如果你去研究它的数值系统，探索它的隐藏彩蛋，为它写一篇详尽的攻略分享给别人，甚至去学习游戏引擎，尝试做一个简单的 demo， 这就是创造。当你看到一部精彩的悬疑电影，你为它的情节所折服，这是消费。但如果你去2刷、3刷，拉片分析导演埋下的伏笔和线索，然后做一期电影解析视频发布出去，这就是创造。消费是输入，是被动接收，是被喂养；而创造是输出，是主动构建，是去打猎。从消费者到创造者的转变，是一个需要调动你全部深度思考能力和执行能力的过程。它会把你从一个安逸的观众席拽到充满挑战的舞台中央。这个过程无疑是辛苦的，但它带来的回报也是单纯的消费所无法比拟的。那是一种更高层级、更丰富、更持久的价值感和掌控感。而你的好奇心是创造的引擎。如何开启自己的创造者模式？第一，像个熊孩子一样去拆解。很多孩子小时候都喜欢拆东西，虽然常挨揍，但这却是理解事物构造最直接的方式。长大后，我们不能在物理的拆闹中，但可以精神地拆解万物。看到一个有趣的广告，拆解它的营销逻辑；听到一首动听的歌曲，拆解它的和弦进行；遇到一个高效的软件，拆解它的交互设计。不断地问自己，它由哪些部分组成？组装的逻辑是什么？
我能从中借鉴什么？第二，保持为什么的口头禅。好奇心是一切创造的起点。对司空见惯的事物保持追问的能力，是创造者的核心特质。为什么天空是蓝的？为什么我们会做梦？为什么这个 logo 会这样设计？多问一个为什么，世界就会在你面前多展开一个维度。第三，建立输出的肌肉记忆。学习金字塔理论告诉我们，教给别人是学习效率最高的方式。强迫自己进行输出，无论是写一篇读书笔记、录一段播客，还是给朋友讲明白一个概念，都是在倒逼自己进行深度思考和知识重构。当你开始以创造为目的去学习时，你的学习效率和深度将发生质的飞跃。当你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知道，而是渴望去做到、做好，甚至做出新的东西时，你就已经从一个生命的旁观者，变成了生命的建筑师。你的强大，藏在你走过的弯路里。人究竟是如何变强的？现在，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。它不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，而是一场需要经历3次关键跃迁的崎岖旅程。第1次跃迁，是在痛苦的深渊里，淬炼出黑色生命力。你不再惧怕黑暗，因为你本身就曾是黑暗的一部分。你学会了与伤疤共存，并把它变成了最坚硬的铠甲。第2次跃迁，是在时间的洪流中，抵抗住及时满足的引力。你挣脱了短视的诅咒，拥有了与未来做朋友的能力。你不再用当下的欢愉，去透支未来的可能性。第3次跃迁，是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，激活了创造者的灵魂。你不再满足于被动的接收，而是渴望主动的构建。你从一个世界的观众，变成了自己世界的中心。这3次跃迁，每一次都伴随着巨大的挣扎与不适，每一次都是对人性弱点的正面宣战。但同样，每完成一次，你的生命维度就会被拓宽一次，你的内心力量就会呈指数级增长。真正的强大，从来不是毫发无伤，而是伤痕累累，却依然目光坚定。愿你也能勇敢地踏上这条路。